暗物质的质量被认为是宇宙中普通物质的5倍以上。也就是说，在我们看得见的恒星、星云、行星之外，还有一整套看不见的世界，在主导宇宙的结构和命运。它自身不会发光，也不与电磁力作用，只能通过对周围物体产生的引力影响来间接现身，仿佛一位神秘的导演在幕后操控宇宙的舞台。至于它究竟是什么组成，有没有粒子形式，是否与我们熟知的物理规律兼容，这些问题至今仍是科学界最深的谜团之一。不过，借助超级计算机进行的宇宙演化模拟显示，我们脚下这片星空银河系不只是被一个质量相当于1万亿个太阳的巨大暗物质晕包围，还潜藏着成千上万的小型暗物质团块。这些团块如同在星际之间穿梭的幽灵，被称作子晕。它们或大或小，像是一颗颗看不见的重力炸弹，时刻影响着周围的恒星运动，但却不发出一丝光芒。如今，天文学家们或许终于捕捉到了一个突破性的线索，他们可能首次在银河系内部发现了一个真实存在的暗物质子晕。这个庞大的结构虽然完全不可见，但却悄无声息地存在于离地球仅几千光年的地方，几乎就在我们宇宙后院。它的发现可能让人类首次真正接触到这一隐藏在星际暗流中的神秘实体。如果这一发现最终被证实为真实存在，那它带来的将不仅仅是一个数据点，而是一种颠覆性的认知革新。它可能会彻底改变我们对于银河系形成过程的基本认识。原来我们以为靠气体坍缩、恒星聚集建成的银河背后还有暗物质，在默默主导结构布局，引导星团分布。在今天的视频里，我们将一同深入探索这个潜在暗物质子晕的重大发现，揭示它是如何通过一颗颗远古的宇宙时钟脉冲星被间接识别的。同时，我们也会讨论这种隐藏结构对现代宇宙学研究意味着什么，以及它如何可能引领我们走向下一代的天文革命。这项研究背后的思路堪称既优雅又深刻。科学家们并不是直接看到了那个暗物质团块，而是借助一种巧妙的物理现象，利用时间的精确性来感受暗物质的存在。正如侦探靠蛛丝马迹推理出案情，他们用脉冲星的滴答声推断出宇宙中那隐藏的重力之手。脉冲星本质上是一种极其致密的中子星，是恒星在剧烈爆炸，也就是超新星之后残留的尸体。这些星体以极快的速度自转，同时释放出规律的辐射脉冲，就像宇宙中的天文级钟表。正因为它们运转如此稳定，任何轻微的干扰，比如引力的扭动，都会在它们的时间信号中留下痕迹。这也让它们成为一种天然的、无需人工干预的宇宙级重力侦测器。这些脉冲星是在恒星经历剧烈死亡，也就是超新星爆炸之后留下的中子星遗骸。它们的体积虽小，但密度极高。1个立方厘米的脉冲星物质重量可能比整个珠穆朗玛峰还重，而它们发射出的辐射数会以惊人的规律性旋转，扫过地球就好像一座座远古灯塔，在宇宙深海中向我们发出精确到毫秒的信号。尤其在双星系统中，也就是一个脉冲星围绕另一颗恒星旋转时，情况变得更加有趣。由于轨道和脉冲发射都极其稳定，科学家可以精确计算出每一次脉冲抵达地球的时间，几乎精确到千万分之1秒。这就像是宇宙中的一套完美齿轮系统，任何一丝不寻常的抖动都代表着有外部力量在干预，而这正是脉冲星最具威力的地方。任何来自外部的引力扰动，哪怕只相当于一根羽毛压在天平上，都会让这些原本精准无误的滴答声出现毫秒级的偏差。科学家们就是通过这些微小的不一致，像破案一样一步步揭示出隐藏在脉冲星附近空间中的隐形干扰源。在这项前沿研究中，科学家们收集并分析了遍布整个银河系的27颗脉冲星发出的时间信号数据。这些脉冲星分布在不同方向、不同距离，就像布满天空的探测节点。
组成了一张高精度的引力监测网络。研究团队的目标很明确，他们正在寻找那些无法用现有天体物理模型解释的时间偏差，那些不属于恒星运动、不属于星际气体活动的干扰，也许正是暗物质碰巧留下的踪迹。在所有脉冲星中，有2个系统格外引人注意 ：PSR J1640+224 与 PSR J1713+0747。它们像是被无形之力轻轻拉拽，所表现出的时序偏差，与暗物质引力的干扰高度吻合，远超统计误差。这2个系统的脉冲信号都出现了高度一致的异常偏差，而这些偏差与一个大质量但不可见的结构体所应产生的引力效应不谋而合，就像在星空中感受到一阵风，却看不见风的源头。为了排除其他可能，研究人员逐一检查了已知可能导致脉冲星信号异常的各种因素。他们就像审慎的法医专家，不放过任何可能的物理嫌疑犯。他们首先考虑的是否有引力波源，例如2颗中子星合并，可能干扰了这些脉冲信号。但比对结果显示，这种引力辐射在时间和方向上都不匹配，无法解释观察到的偏差。接着，他们排除了什克洛夫斯基效应，这是一种由于脉冲星侧向移动，在地球观察中产生加速度假象的现象。可在本案例中，观测数据并不支持这种解释，脉冲星的位置和运动轨迹与理论预测不符。最后，他们甚至考虑了所有可见物质的可能性，从重子物质、恒星、气体团到宇宙尘埃云，凡是有质量的天体都做了排查。但令人惊讶的是，这一片区域内竟没有任何物体的密度，足以产生如此强的引力扰动。最终，所有能见之物都被排除后，唯一合理的解释就只剩下一种，某种我们看不见、测不出，但引力真实存在的团块，也就是我们长期追踪的暗物质。根据对脉冲星信号偏差的分析，科学家们推算出造成这一现象的隐形物体需要拥有相当于2400万个太阳的质量，而且距离我们大约只有2300光年。这不是宇宙彼岸，而是银河内部的邻居了。如此巨大的天体，却在所有可探测的电磁波段，从射电波到 X 射线都毫无踪影。它既不发光，也不吸收光，更不会反射光，就像完全隐身了一样。而它的质量之大，又远超任何由普通物质如原子和分子构成的星体，因此传统的天文物理理论根本无法解释它的存在。在排除了所有可能之后，科学家们得出的唯一合理解释就是这是一团暗物质子晕，它就像是藏在银河系那更庞大暗物质晕结构里的刺激幽灵，独立运行却又从属于更大系统。它不会发光，也不会直接与其他物质相互作用，但它的引力却真实存在，正在以我们此前从未直接探测过的方式显现。这是人类历史上首次，科学家们通过对银河系中脉冲星发出的精确信号进行分析，直接推断出某个暗物质子晕的存在。它让我们第一次有了来自真实观测数据的实锤证据，印证了长期以来基于理论模型预测却始终难以实地捕捉的子晕结构。这项探测之所以意义非凡，不仅在于发现了一个隐身的天体，更在于它成功地将理论宇宙学和观测天文学之间的桥梁搭建了起来。这一发现不再是孤立的事件，而是嵌入在一个更宏大的宇宙演化框架之中，正逐渐拼凑出我们对宇宙结构演变的整体图景。根据主流的 Lambda-CDM 冷暗物质加宇宙常数宇宙学模型，我们熟悉的星系并不像乍看之下那样平滑均匀，相反，它们更像是由碎块构成的复杂拼图，每一块都代表着一个暗物质团块，就像构成冰山的碎冰块那样互相嵌套，整体构成我们看到的宏观结构。模拟显示，银河系外围的暗物质晕其实并不平滑，而是由无数个大小不一、密度各异的小型团块组成，这些就是我们所说的子晕。它们像漂浮在海洋中的冰块，看似分散，却在引力作用下共同维持着整个星系的稳定结构。这些暗物质子晕可以被看作是宇宙结构的隐形锚点，它们虽然不可见，却强力主导着气体云的分布和坍缩过程，间接决定了哪里会诞生新恒星，哪里会沉寂无光。更重要的是，
它们像隐形的建筑师，指引星系在几十亿年时间尺度上的成长路径。过去几十年里，尽管科学界普遍相信银河系内部应该存在大量子运，但所有证据都只能算是侧面猜测，我们从没真正看到过它们的存在，只能从某些引力扰动或星群运动的异常中推测它们可能在那里。例如，当科学家在观测恒星流，那是从星团中被拉长成丝带状的恒星群，发现这些恒星河流中突然出现缝隙或断裂时，就怀疑是有看不见的重力源头从旁边擦肩而过，像一只无形之手拉扯了一下。另一个方法是利用引力透镜效应，当背景星系发出的光穿过子运所在区域时，会因为强大的引力场发生轻微弯曲，这种弯曲就像在玻璃球背后看到的变形景象，让天文学家有机会从光的异常路径中倒推出子运的存在。尽管这些手段提供了有价值的线索，但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限制，无法精确指认某一个特定子运的位置或质量。它们更像是从宇宙远景里读出模糊的暗示，离直接证据仍有一段距离。而这一次的结果之所以引起广泛关注，正是因为它跳出了传统间接探测的限制。它提供的是首次以脉冲星时间偏差为基础，对某个子运进行定点推断的直接证据，堪称一次观测技术上的重大飞跃。这次的研究不再依赖恒星运动模拟或星系气体分布的不稳定变量，而是采用更为纯粹也更精确的方法——脉冲星计时。它让科学家可以绕过繁复建模，直接用时间来读懂重力的存在，就像用钟表去追踪看不见的风。可以说，每一颗脉冲星都成了银河系中的一个天然测试粒子，它们的信号就像宇宙本身为我们提供的计时器。当这些时钟忽然慢了一拍，快了1毫秒，背后很可能就隐藏着一个无法用肉眼发现的重力结构。令人欣慰的是，这次实际推算出的子运质量和体积恰好落在此前理论模拟预测的范围之内，这不仅增强了研究结果的可信度，也为现有暗物质模型提供了重要的实验证据支持。这个子运拥有大约数千万个太阳的质量，既足够大到影响脉冲星的运动轨迹，又小到在普通物质中无法集中成发光天体。这种中庸的存在恰好解释了它为何难以被发现，却又对星系结构产生了切实影响。当然，这项发现不仅仅让我们高兴于验证了理论，它也打开了更多新的科学谜题。因为一旦你发现了一个幽灵，下一个问题自然就是还有多少没被发现的。如果这个子运是真实存在的，那它肯定不是特例。那么问题来了，在我们银河系的这个近邻宇宙里，还有多少个类似的子运正悄然运行着？它们都藏在哪里？我们是否正被一群隐形巨人所环绕而不自知？是否还有一些更为极端的子运，不仅仅是暗物质的堆积，而是包含了致密的天体，比如早期宇宙残留下来的原始黑洞？这些重力陷阱可能比我们想象中还要复杂和神秘。还有一个长期困扰天体物理学界的问题被再次摆上台面，那就是失踪卫星问题。根据理论，银河系周围应该有更多的卫星星系，但我们观察到的数量远远不够。这些子运是否正是缺席卫星星系的幕后黑手，干扰了恒星形成或遮蔽了我们探测的视线？虽然这项发现在学界掀起了巨大波澜，但科学家们依旧保持着冷静和审慎的态度。毕竟目前的一切结果仍处于初步阶段，更多的数据，更多的验证还在路上。就像首次在暗夜中瞥见一个模糊的身影，我们需要更多证据来确认它到底是谁，来自何方。目前这项研究成果已以预印本的形式公开发表，尚未通过严格的同行评审过程，就像一件新发明等待专利审查，它还需接受全球专家的反复检验与质疑，才能被正式载入科学史册。其他独立的天文团队现在正着手进行重复实验，以确认这个子运信号是否经得起时间与方法的双重考验。他们还在观察更多的脉冲星，试图找出是否有类似的时间偏差模式，从而验证这一现象是否具有普遍性。而真正令人振奋的是，
这一切才刚刚开始。我们就像登上了一座新大陆的海岸，面前仍是一片未知的大陆，等待探索。暗物质的世界也许正准备向我们揭开更多神秘的面纱。目前全球各地的天文学家正通过多个合作项目加速推进观测工作，例如北美的 Nanograph、 欧洲的 EPTA 以及全球协调的国际脉冲星计时阵列 IPTA 等组织，正持续扩展他们的脉冲星目录，并以惊人的奈秒级精度监测每一颗宇宙时钟的脉动。随着这些高精度数据的持续积累，科学家们识别暗物质子晕的能力将显著增强，就像在一片漆黑的房间里慢慢点亮越来越多的灯泡，那些曾经不可见的重力结构将逐渐显现轮廓。每增加一颗被精确计时的脉冲星，就相当于在银河系中安装了一个新的重力探测器。这种星际感应网络的覆盖范围越广，我们对小尺度引力扰动的感知能力也就越强，暗物质子晕的行踪也将无处遁形。一旦这种脉冲星计时方法在多个独立实验中得到验证，它可能成为未来几十年里探测暗物质最直接、最具前景的手段之一。它不依赖可见光，也无需复杂的成像设备，只需精确的时间之眼，就能感知宇宙深处的暗流涌动。这项技术的突破意义在于，天文学家终于可以不再局限于观察恒星轨迹或光线弯曲这类间接手段，而是首次真正拥有一种工具，去直接测量隐藏在暗物质背后的重力本质。这无异于将宇宙的盲点转换成了测点。未来，如果足够多的脉冲星被精确测量，科学家们甚至有望绘制出一张银河系暗物质子晕的三维分布地图。这张地图将是前所未有的，它将展现出那些从未被肉眼所见，却在塑造宇宙结构中起关键作用的暗物质团块位置与分布。每发现一个新的暗物质子晕，不只是多了一个天体编号，更意味着我们能够进一步约束和理解暗物质的性质。它到底有多重？如何聚集？是否具有自相互作用？这些答案都藏在不断增长的发现中。目前科学界存在多种关于暗物质的理论模型，例如冷暗物质、暖暗物质，甚至是具备自相互作用的模型。每种模型都对暗物质子晕的数量、密度和分布方式有不同预测，而实际观测正是验证这些理论优劣的试金石。宇宙学家正在将这些实际探测结果与多年来的计算模拟进行比对，试图找出哪种模型更接近真实宇宙的面貌。正如考古学家根据出土文物修正历史，天文学家也在用这些宇宙碎片还原大爆炸以来的物质演化过程。值得注意的是，这项发现的意义早已超越了传统天体物理学的范畴，它对基础物理学、粒子物理乃至整个自然科学的理解体系都可能带来深远的影响。与此同时，在地球上的各大实验室中，科学家也正通过超冷探测器和大型粒子加速器，试图直接捕捉或制造这些假想中的暗物质粒子。天文观测与实验物理这两条路正在从两个方向夹击同一个谜题，而脉冲星计时法的价值就在于，它为暗物质研究提供了另一种维度的验证方式，不是看它在实验室如何运动，而是看它在整个星系尺度上留下了怎样的重力指纹。它补充了实验物理的空白，为我们带来了广阔视野下的交叉验证。通过这些交叉手段的整合，我们离破解暗物质是什么这一科学界最古老、最艰难也是最迷人的问题正一步步靠近。这是一场跨越天文与微观、连接时间与空间的伟大探索。在这个浩瀚宇宙中，那些我们能看见的恒星和星云仅仅构成了宇宙的冰山一角，那么其余的那近 85% 的物质究竟是由什么构成？这是现代科学面对的最宏大谜题之一。虽然暗物质本身难以捉摸，看不见也摸不着，但脉冲星就像我们在黑暗中能依赖的灯塔，提供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帮助我们追踪那些隐藏在宇宙深处的重力结构。如果这个子晕的存在最终被确认为是，它或许将成为我们绘制银河系内部暗结构地图的第一个锚点。未来几十年，这种地图将帮助我们重新定义宇宙的形态与演化。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才刚刚揭开宇宙神秘面纱的一角。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带您探索那些隐藏在宇宙深处，用肉眼无法发现却真实存在的隐形奇观。